实德刚真的很在乎我，我是不是应该给他一个机会，也给自己一个机会？他简直把你当 ATM 啊！你为什么这么笨？一直给他按，都可以够了啦！我要你当老板，如果你不听我的话，不要来找我了。如果你是真好就好了。 这个死男人，贱女人！起来！什么时候啊？我掐死你！你这个死男人！你不要冲动，你不要误会，我们这什么都没有发生的。什么都没有发生。贱女人，被我抓奸在床，你还想抵赖？你为什么在我床上？你喝的那么醉，我只好扶你回来啊。你又吐得满身都是，我帮你换衣服，我怎么知道你这样子就睡着了？好像真的有嘞。我记得我喝得很醉，喝得这样醉可以做什么？Please 咯，谁会相信这种故事？如果你不相信，我可以发誓。我也可以发誓，你们什么都做了。你要怎样相信我们什么都没做？ 我们马上注册结婚，我就相信你是清白的。啊，柯大贤，你怎么说？注册期都已经排好了，你怎么还这样不开心？只要一天没有注册，就是没有结婚。才几个礼拜而已嘛，很快就过的。很快，这几个礼拜啊，我要提心吊胆，生不如死。 没有这样夸张，都不会有人反对我们结婚。Hello， 你忘了，你身边呐有一条鳄鱼，等着把你吞进去了。难道我要先看你被吞进去，才开始担心？我什么时候变到这么英俊潇洒、魅力无法挡？是啦，你比金秀贤更魅力无法挡。什么贤？哎呀，你不懂的啦。总之。 这几个星期后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如果你敢惹回一堆烂桃花，你就看我的厉害。哎，你确定要跟我结婚啊？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我怕你后悔。你不要跟我讲你后悔了。不是，我要跟你结婚，可是……不用可是了，这个婚结定了。哎呀！ 快要结婚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还没做呢。你这样开放的 ，OK 了。喂，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我是说买戒指啊。你想买怎样的戒指啊？普通的白金戒指就好了。不用钻石啊，女人不是最喜欢钻石戒指的咩？你有钱没？现在没有。不然我们先买白金戒指，以后我再买钻石戒指给你。 等你以后赚到钱再说吧。快这样！喂，小心！喂，你没事吧？哦，没事。那快点啊！啊，好 ，OK。喂，你做什么？我看到我的姐夫跟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，我在追他们嘛。人呢？人丢了咯。 要不是你跌倒，我一定跟得上的。我又不是故意的。这么大的一个人走路还鸡手鸭脚，气死人了！这样紧张做什么？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在一起，不可以是普通朋友咩？我看到他们搂搂抱抱的。现在无凭无据，就算你真的追到他们，他们不承认，你可以怎样？先找到证据，然后再想要怎么做。还有，不要跟你姐说，她会胡思乱想。 你回来啦？怎么样？什么时候注册？几个星期后。哎呀，我真的要感谢爸妈，终于把你嫁出去了。哦，对了，我煮了芒果西米露，你帮我尝尝啊。好啊。
煮一手好菜能又怎样？会撒盐撒糖，又比不上撒娇。来，给点意见。好香哦，很好吃哎，真的吗？真的比外面的还好吃。姐啊，你以前不是想过要开甜品店哦？不如你开一家当老板娘啊？哎呀，不行啦，要照顾这个家，要照顾文芳，你姐夫又整天不在，我一个人忙不过来的。姐啊，女人自己赚钱，就不用靠男人啦。万一那些男人做对不起你的事，你也可以自力更生啊。你在说什么？你姐夫又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。姐啊，姐夫是不是回来了？没有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被派去中国公干，一年只能回来几次，没有这么快回来啦。我好像看到他哎。怎么可能？你看错了啦。姐啊，你让姐夫在国外这么久，难道你不怕他去找小三啊？什么小三？我的意思是找情妇。以他的性格，他不敢啦。我是说万一啊。不可能。我觉得你对这个新品牌的底妆促销手法很不错，就照着你的意思去做吧。那好的，我会去安排。哦，对了吧，警方刚打电话给我，他们说没有证据显示我们被袭击的事跟 Sunny Trading 有关。那会是谁做的呢？他们现在也不知道，所以我们以后还是要小心点。进来。老板，这是上一季的业绩报告。哦。上一季的营业额怎么掉那么多？没想到黄德刚的影响力这么大，他才离职一段时间，这营业额就掉了这么多。我们需要尽快聘请新的销售人才。好的销售人才哪有这么容易找啊？除了要有销售才能，还要对公司有投入感，这样他才能尽心尽力地为公司拼搏啊。老板，我觉得最快看到成绩的方法是把德刚找回来。之前有很多流失的客户都是他负责的，而且他几乎每个月都会为公司争取到新客户。我觉得德刚在工作上还是挺投入的，他总是想尽办法增加公司营业额，有时候甚至为了一个销售计划还会不眠不休。是啊，我不得不认同德刚的工作能力。希文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如果你觉得不舒服的话，我们就另请新人，再重新进行培训好了。我没事的，我会公私分明，公司的利益比较重要。那凯欣，这件事就交给你负责。好，我马上去。小姐，请问几位？他是来找我的。嗨。嗨。我还以为你过几天才会来，没想到你那么爽快。我不喜欢欠人家人情，你说我欠你一餐，我就来这里还你一餐，之后我们互不相欠。Ouch！ 你说话怎么那么绝情啊？你有想去哪里吃饭吗？这里吃就可以了，这里挺舒适的。
我的餐馆是很舒适，没错啊。可是问题是，我要跟一个大美女吃饭，我的员工一定很好奇，他们越好奇就会越看，越看我们就越不能自在的吃饭，你说是不是？我是无所谓，我们又不是约会。我们在这里吃饭，除了可以还你人情，也能提高你餐馆的营业额，我觉得很好啊。哦，原来你在为我着想。哎，你是不是开始对我心动了？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吧？那我就用我丰富的想象力，亲自下厨，为你做一道特别的佳肴。不用麻烦了。不行，我已经下定决心了，一定要用我的厨艺来迷倒你。随便你。还看什么看？帮我招呼霍小姐，我很快就回来。Richard， 你知道我是真心爱你的，只要你留在我身边，我就会心满意足。我是不会破坏你的家庭的幸福的。只要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死了，德刚就回到我身边，我要的都得到了。先生，你千万不要相信这个女人。通常女人跟你说这些话都是骗你的，她们把你骗到手之后，就会用尽各种方法害你妻离子散。小姐，我认识你吗？我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你们这种女人不安分一点，找一个单身男人结婚生孩子啊？为什么要那么贱，去破坏别人的家庭？喂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先生，你不是他第一个男人，更不会是他最后一个。你自己想一想，你很帅吗？还是很有才华吗？为什么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子肯默默当你的情妇啊？说穿了，还不是要你的钱。谢谢老板请客。现在我不欠你什么了？我还是觉得我不能白白吃你一餐，下餐我的。不用了吧？不行，我不喜欢欠人家人情，欠你一餐就得还你一餐，这样子我们两个人就互不相欠了。我真的说不过你，随便你吧。你去忙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其实我还可以送你远一点的。真的不用了。你想说这句是不是？你拒绝我没关系，可是我要跟你说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你以为你是谁？干嘛那么多事？破坏别人的家庭，你晚上怎么睡得着？如果他懂得珍惜，一个家庭的幸福会那么容易被破坏吗？一个家庭会破裂，不能只怪外面的女人，也要怪那个男人。如果你不去勾引他，他怎么会受到诱惑？像你这种爱情骗子，终有一天会得到报应的。你诅咒我？你放手！我的原则是不打女人，可是为了保护我心爱的女人，我不惜违背原则。你没事吧？等一下应该就没事了吧？你的脸还痛吗？我没事啊。你怎么会招惹这样子的女人啊？究竟发生什么事？该不会是为了男人吧 ？Oops， 那我知道是哪个男人了。你真的很八卦哎。我这种叫做观察力和推理能力很厉害才对。是，你是很厉害。可是我再怎么厉害，也没有比那个叫德刚的男人厉害。我真的不明白，全世界的男人那么多，你为什么偏偏得绕着他打转？你就不能够换一个新目标吗？人呐，就是要转来转去，才能转出新人生嘛。
有新的人生，就能放下过去吗？那得看你转的是什么啊。如果你转的是摩天轮，那终究得回到原点。可是如果你转的是呼啦圈，那就会受邀变苗条哦。都不好笑。好啦，我认真一点。如果你想要有全新的人生呢，那你就要把你的心转到对的方向，要不然就转换到对的男人身上。好像我这样的男人就对了。那么多废话，证明你已经没事了。好了，我要回公司了，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看我起来来了。喂，啊，你裤子破了。有吗？怪不得我觉得屁股凉飕飕的。如果可以每天看你这么笑的话，我情愿每天都破裤子。没有兴趣，拿去吧。哎，你会感兴趣的。我的内裤很漂亮的，有辣椒哎，你喜欢吃辣是不是？你不要在你家附近的商店买这个牌子的咖啡，那些大型的超市啊，便宜多了。你真的很会精打细算，很像安迪耶。能省则省，很多有钱人啊都是省出来的。早，早，欢迎回来。谢谢。哎，你又回来上班了？是啊，公司决定重新聘请我。早，早，吃早餐了吗？吃过了。早。德刚怎么会回来啊？他离开公司之后，公司的营业额一直往下掉。为了公司的利益，爸才决定重新聘请他的。那你呢？你会重新接受他吗？你妈是被你害死的。要不是你坚持跟这个男人在一起，他就不会被你气到中风，更不会走得这么早。给我走！我豁出去，没你这个女儿，公司会搞到今天这个田地，还不是拜你和德刚所赐吗？你真的要把我气死你才满意吗？我也曾经想过要跟他重新开始，可是我一想到我爸跟我妈是因为他而死的，我就打消这个念头。他回到公司会不会影响你啊？说真的，我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对还是错。既然他让你这么痛苦，你就彻彻底底的忘了他，找一个新男人，找一个更好的，好好的开始一段感情。经历了那么多事，我真的没有勇气再谈恋爱了。不要因为只吃了一颗烂苹果，就认为全世界没有好苹果。我就不相信你找不到一个能对你真心的男人。以前不是有很多人在追你吗？现在应该一样吧？真的有？那个人你认识的？林森呐，以前你没有接受他，不如这次给他一次机会吧。给他机会也代表给自己机会。如果你们两个在一起呢，德刚就会死心，一举两得啊。幸福是不会自动从天上掉下来的，是要靠自己努力争取。像我啊，如果我没有努力争取，我跟大仙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决定结婚。结婚？那么快啊？一点都不快呢。我们认识10年了，我不要浪费时间帕托，我等不及把子俊生出来。恭喜你，终于成功了！你要加油哦，加油！
你干嘛？你姐夫咯，到现在都还没有汇钱进去我的户口，打很多电话给他，都打不通，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啊？或许他忙呢。再忙也不能忘记拿钱回家。我跟文芳是靠他给的家用过活的，没有家用，我跟文芳怎么办？我看还是打给他试试看吧。姐夫，你为什么要离婚？你是不是外面有女人？你不要胡说八道，我外面没有女人。那为什么离婚呢？我受不了你姐的无理取闹，我受够了。我错，是我的错，我不要离婚，我吃药，我看医生，我不要离婚。你之前也答应过我接受治疗的，直到把病治好。结果呢？你只去看了医生2次，你就放弃了。好，这样吧，姐夫，我会陪他去看医生，让他天天吃药，好吗？最后会看着我的，我答应你，我会看着他的。我不想再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，尤其是你跌断脚以后，你的忧郁症越来越严重，我没有办法再忍受你的喜怒无常。这个婚我离定了，还有文芳我会带走。你不可以这么做，姐夫，姐夫，不可以带走，放手，姐会死，你明白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带走文芳。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！我好累，我不想再活了。姐，你别这样好不好？阿姨，刚才妈妈说要跟她一起死，我很怕，所以打电话叫你们来。老婆，文芳在发高烧了。姐，我们要带她去看医生啊。医生要钱啊！我都离婚了，哪里有钱带他看医生？是你害我瘸了，姐，都是因为你，阿罗才会跟我离婚的，都是你。姐，冷静啊！老婆，我们先送文芳去看医生啊。马德，你脚发生什么事啊？马德，你脚这么怎么这么红啊？刚才我肚子饿，煮了一碗面想吃吗？谁知道突然间头晕，整碗面就这样倒下去了。你看我脚变成这样了。你 OK 吗？头还晕吗？头不晕了啦。马德，我姐家出了事，没有办法陪你吃饭，搞到你受伤，对不起。哎，人家说啊，娶了个媳妇多一个女儿，我是少了一个儿子，自己不舒服，儿子啊还跑去照顾别人的姐姐。马德啊，我姐的忧郁症发作了，那我的外甥女她发烧了。哎，我没有说你不能去照顾你姐姐啊，不过你3天2头就往她家跑，那我们这个家呢，谁来照顾啊？再说，你也知道大仙赚钱辛苦，你时不时就拿钱回去救济他们，你不懂得体谅你老公的辛苦吗？老婆啊，我妈的现在在气头上才会讲这么难听的话，你不要放在心上啊。我等下去哄哄她，她气就消了。自从那件事后，我跟大仙有好几次因为姐的事情惹马德不开心。如果姐不离婚的话，他跟文芳就没有这么辛苦了。马德也不会讨厌我，让大仙很难做。
不行，不能让马德讨厌我，不能让姐离婚。既然我有机会重来，我要好好把握，把不好的变好，让身边的人开心。大仙，帮我做件事。我知道啦，我明天会叫小七起床买早餐给她吃。哎，马德，不要赌通宵啊，不然明天生病你自己辛苦啊。好啦，赢多一点，祝你好运啊！拜。怎么鼓励他赌博啊？马德平时都没有东西做，给他几百块去玩玩，小赌怡情 OK 的啦。小赌没问题，我是怕他越赌越大，乃是劝他不要赌博啦。回头就会跟他讲。叫你办的事办好了，这些照片刚刚冲洗出来的。其实我也不懂怎么跟踪艾文，我就去他的公司等他，没想到真的给我等到。之后我就跟着他，看他自己一个人去银行去吃饭，不像有外遇嘞。本来要放弃的，还好我继续跟下去。太过分了！我要去告诉姐。不要啦！为什么？如果你姐发现这件事情，她受不了打击，忧郁症变得更严重，这样怎么办？那难道让艾文继续玩下去吗？我去找那个狐狸精。不要！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那怎样啊？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，你就让你姐跟姐夫自己解决吧。很多东西你不懂的。如果姐离婚，她会很惨的，她很惨，我们也会跟着惨的，所以绝对不能让她离婚的。你怎么知道他们离婚一定会很惨？哎呀，因为我了解我姐，她人很悲观的，要是要离婚呐，她一定想不开的。问题是，现在艾文已经变心了，就算勉强让他们在一起，也不会幸福的。说不定艾文是暂时被他迷住，只要让他醒过来，就不用离婚哦。当然最好是这样啦。那你快点想办法，让艾文离开那个狐狸精。我想。还有，我已经联络了我离开前的几个客户，他们会重新跟我们合作，合约已经准备好了，再过2天就会签约。不错，重新聘请你回来是正确的。你们有听过 Look at Love 这个牌子吗？这牌子在国外很红。没错，很多明星都公开表示过，这个牌子很好用。我听说他们打算进军本地市场，现在还在找适合的代理商。不过我们不在投标的邀请名单上。老板，只要一天没有人争取到代理权，我们就还有机会。你有办法？我有信心能争取到投标的机会。只要有机会投标，我们就有可能争取到代理权。那德刚，你有什么办法？这个办法需要希文的帮忙。干什么？握住我的手。放心，我们只是一起合作演一出戏。演戏？如果你真的想得到投标的机会，只要配合我就可以了。张先生，你好，她是希文，我的女朋友。
希文，钟先生是 Look and Love 的总裁。钟先生你好，年轻人坐啊。谢谢。年轻人，我在说要介绍女儿给你认识，你是找了个人来冒充女朋友。我的女儿有那么差吗？钟先生肯让你女儿跟我交朋友，很抬举我。不过希文真的是我的女朋友。1年前我在河畔认识她，当时我就对她有好感。我的运气不错，在我加入洁雅贸易之后，又遇见她。经过我的努力，终于让她接受了我。你要不要重新考虑你的选择？希文是我唯一的选择。好吧，我不勉强你。今天你特地约我出来见面，应该不会只是为了介绍女朋友给我认识吧？果然什么都瞒不过你。希文是洁雅贸易的总经理。你特地带她来找我，是想得到投标的机会？没错，我希望你能给洁雅贸易这个机会。钟先生，我们真的非常希望能够参加这次的投标。当初你救我的时候，我说过你可以向我提出一个要求，只要我能力范围里办到的，我会做到的。你应该知道，以我的能力，能给你的报酬，绝对超过这个投标的机会。我当然相信钟先生的能力，绝对可以做到很多事。不过，我真的很想帮我的女朋友争取到这次投标的机会。你不觉得你失去了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吗？能帮到我的女朋友，又怎么能算是浪费机会呢？希望钟先生能帮我们这个忙。好吧，既然你这么坚持，我就答应给洁雅贸易投标的机会。谢谢你，钟先生。真的谢谢你了。我们已经比其他公司起步慢了，所以一回到公司就要开始准备投标书。Look and Love 的代理权对我们公司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，我们一定要努力去争取。没错。对了，你是怎么认识钟先生的？可能是缘分吧。你们会不会急救啊？快来帮忙！你会不会急救？我来。先生，你没事吧，先生？先生，你醒醒啊！先生，先生，你没事吧？啊，这个人厉害嘞！我救了钟先生之后，他原本要给我很重的酬劳，我没接受。他就说我随时可以向他提出一个要求，还要把女儿介绍给我。你浪费这个机会，不会后悔吗？如果我不利用这个机会来帮你，我才会后悔。德刚，你真的不需要。我知道我这么做会给你很大的压力，但是就算会给你压力，我还是会这么做，因为我要向你证明，为了你，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不要浪费时间了，我们是不可能的。我是不会放弃的。Look and Love 说今天11点会答复我们，可是到了现在还是没有消息。这次的投标书我们做得不错，我相信肯定可以拿到代理权的。我其实还挺有信心的。Hello，Miss Tan。是的。是真的吗？真的谢谢你们了，希望合作愉快。好。
好，再见。成功了，代理全部拿到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恭喜你，老板，谢谢。恭喜你，我们成功了。谢谢。爸，我们成功了。是。凯青，放他进去。好。希文，今晚一起吃饭，庆祝拿到代理权。不了。反正都要吃饭吧，我等你。嗨。我要开车喽，你不后悔你的选择？会后悔的话，就不会叫你来接我了。真好。等一下你冷静一点啊，你不要把事情闹太大 ，OK？ 何大仙，你已经讲了几百次了，原来你比我还要啰嗦啊！记得啊，等一下要凶一点，慢一点。OK。来。姐夫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不回家啊？姐夫啊，我们有一些照片要给你看。哦，这个啊。那一天我在街上遇到这个女的，她人不舒服，我扶她回家后我就走了。你把我们当白痴啊？真好，这一张照片并不能够代表我跟小娜之间有什么关系。哦，小娜。原来这个女的叫小娜啊。是啊，小娜是我朋友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，你们千万不要误会。我们还有很多照片可以证明你跟小娜之间的关系很怎样的嘞。不过哦，那些照片哦很那个的嘞，你要看吗？如果我们把那些照片给律师，然后姐去申请离婚，我看他会拿到很多赡养费吧。真好，你千万不要这么做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跟你姐离婚的。你也知道，我长期一个人待在国外，难免会觉得寂寞。男人一寂寞是很容易受到诱惑的，所以我才会跟小娜在一起。你在国外寂寞，姐在这里不寂寞，又不见得她被诱惑。你这个男人真的很贱哎，又帮自己找借口。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姐还有文芳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做出补偿的。补偿你的头啊！我要你马上跟他分手。哇，还要考虑？你真的要搞到妻离子散咩？姐这些年为你做出的牺牲，你应该很清楚吧？她本来要开甜品店的。不过，因为你要在国外工作，他只好在家里照顾文芳。你现在这样对他，你到底有没有良心的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为了珍珠姐，我们什么都做得出来的。这些照片我们多写几张，寄到你的公司的话，哎，你们千万不要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尽快解决我跟小娜的事情。最好是尽快，不然我们等到明年。还有，再过2天是姐的生日，你应该清楚怎么做吧？知道了。啊。文芳，吃饭啦！哇，看来你们的手艺还真的不错哦。煮饭罢了，难不倒我啦。阿姨还买了蛋糕，等下我们一起切。好啊。妈妈，为什么爸爸没有回来？爸爸在国外工作，不能常常回来。
不过我一定会告诉他，等文芳生日的时候一定要回来，好吗？我回来啦！爸爸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回来替你庆祝生日啊！生日快乐！其实你回来是姐最好的生日礼物。就是了，干嘛还花钱买礼物？我还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跟文芳的。我也有。我已经跟公司申请了，我以后待在这里的时间会久一点。耶！我以后可以常常看到爸爸了。好啦，人到齐了，开动吧。吃多一点。快，不要只吃肉，吃多一点青菜，对身体好。要不然40岁啊就会有高血压了。你的运动量这么大，吃什么都可以消化的啦。前几天我去看医生，听护士说，现在政府鼓励夫妻在结婚之前先做检查，那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提早预防。你们要不要去做啊？好啊。还好那个艾芬啊，还有点良心，要不然姐的家就散了。他们都说他不会常出国，也不会再去找那个女人，你可以放心啦。这件事解决后，我整个人可以松一口气了。哎，我们什么时候要去做健康检查？不需要啦。我已经答应珍珠姐了嘞。哎呀，说罢了，我们不需要真的去做嘛。这个是婚前的健康检查，不做的话就不用结婚了喽。要死了！好啊，做就做啊，谁怕谁？叫我去安排啦。根据检查报告，你乳房上的肿瘤证实了是恶性的。那是什么意思？你得了乳癌。陈小姐，我们在你右边的乳房上发现了阴影。果然躲不了。喂，张浩，张浩。是否有一段时光，让你想到就心酸？为了爱，曾经什么都不管。如果能重来，你是否还会认定就不放？还是只想找个人相伴？当回忆在夜里不停回放，写下疲惫和不安，开始懂得享受平凡的陪伴。当幸福回到最初的模样，谁在你身旁？原来简单是最美的时光。当回忆在夜里不停回放，写下疲惫和不安，开始懂得享受平凡的陪伴。就当幸福回到那最初的模样，谁在你身旁？那些远方一直都在手上。是否有一段时光？